创业的失败率高达 99%。 如果你没有这4个必备能力就创业，你注定当这 99% 的一员。看完这集的内容，你会知道创业的4个必备能力，以及如何培养这4个能力。就算你没有创业的打算，这4个能力也能让你在职场事半功倍。我是 Nick， 今天要说的书叫《执行长日记》，作者是史蒂文·巴特利。他27岁时就成功的让自己创立的公司上市。他的 Podcast 节目《执行长日记》是欧洲下载次数最多的 Podcast 节目。今天要说的就是他的成功心法。达文西说，成就多高取决于自我掌控，跌得多深取决于自我放弃的程度。第一个必备的能力就是自我掌控。自我是我们唯一能直接掌控的事物。如果你连自我都掌控不好，怎么有能力影响其他人，让人想支持你，帮助你？对白手起家的人来说，少了这些支持跟帮助，根本寸步难行。提升自我掌控有3个原则。第一个是别与坏习惯对抗。别与坏习惯对抗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改掉坏习惯，而是不要用抵抗的态度去改变坏习惯，因为这样会起反效果。有一个养成习惯的概念叫习惯回路，这个回路由3个关键要素组成。第一是提示，也就是触发习惯的原因，比如压力大、心情不好。第二个是惯性行为，也就是你的习惯，例如抽烟、喝酒。第3个是奖酬，习惯对人的影响，例如令你感到快乐、抒压。假如我们想要改掉心情不好就喝酒的坏习惯，我们要做的不仅仅只是不要喝酒，还要用其他东西来取代喝酒，比如喝果汁。把习惯回路改成心情不好就喝果汁。研究显示，我们很难直接停掉一个习惯，但用新习惯来取代旧习惯就简单得多。这样做有2个好处。第一，你更容易改掉坏习惯。第二，你可能因此多一个好习惯。第二个掌握自我的方法是用提问代替陈述来影响行为。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心理技巧，可以有效的提升你说话的影响力。用在自己身上可以影响你自己的行为，也可以用来影响他人。也许你对自己开过很多空头支票，比如我今天要去运动，但最后都跳票了。虽然我们都有想要改变的意愿，但这些意愿往往都无法实现。但如果你换个方式问自己，也许就可以。比如我今天运动了吗？问题有别于陈述，它会让人思考，而更容易产生行动。在情况对你明显有利时，尤其适合。美国的研究团队也证实，要影响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提问比告知更具影响力。研究人员也发现，用愿意这种有行动和自主含义的词汇提问，比起用可以、能否这种以能力来做提问的方式，前者对人的影响力更大。第3个方法，提升知识和技能。作者的朋友有一次在自己家前院喝咖啡，有个浑身大汗、穿着破旧运动服的男子跑过来，他跟作者的朋友讲了个奇怪的笑话，然后自己呵呵大笑，又跟他朋友说他正在打造太空船，以及想实现的各种奇怪的梦想。说了一会儿后，那个男子才跟他朋友道别。你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人？老实说，这些谈论跟举动，你觉得他精神有问题也不奇怪。但如果我跟你说这个人是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呢？你是不是就觉得他说的这些事可能都是真的，或者将会成真呢？为什么马斯克向全世界宣告他的野心时，别人愿意花大钱预购他未问世的产品，盲目的支持他？关键就在于他已经装满了他的5个桶子。这5个桶子分别是知识、技能、人脉、资源、声望。任何想要打造伟大事业的人都一定要把这5个桶子装满。这5个桶子息息相关，你要依照顺序装满一个就有助于装满下一个。首先最基本的拥有知识，再来应用知识也就变成你的技能。有了好的知识跟技能，你就对他人产生价值，别人会需要你的协助，这也就让你开始有了人脉。有一句话，人脉即钱脉。随着你的人脉越来越广，你能够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获取资源。有了大量的资源跟人脉后，自然也就开始有了声望。有了声望，你就有了影响力。哪怕你说的是天方夜谭，别人也会愿意相信你，支持你。而这5个桶子最重要的就是前2个，因为其他东西都可以被夺走，只有你脑中的知识和技能是夺不走的。而只要知识和技能还在，你就能东山再起。第2个必备能力是叙事的能力。你要把你的构想、产品推销出去，让人愿意投资你，跟随你，让人对你买单。这需要很好的叙事能力。提
提升叙事能力有3个原则。第一，运用心理登跃。心理登跃是指我们可以运用小改变去大幅提升人的感知。这运用的是人的心理现象。有一个常用的心理现象，风中定律。一个人对一件事的体验或印象会停留在最满意或最不满意的时刻，以及最后结束时来判断整体体验。所以可能你跟人出去玩，过程都很愉快，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你的车抛锚了，就让你对这次旅程的感受大大扣分。你留下的印象可能就是这次出去玩，回家时汽车抛锚了，感觉很不好。这个心理现象适用于各种状况。第二个是提升陈述技巧。陈述技巧比内容更重要。1970年有个著名的百事挑战活动，让人在纸杯中盲饮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得到的结果是大家觉得百事可乐比较好喝，但当这些饮料换上他们的包装时，得到的结果就变成可口可乐比较好喝。包装确实会有效地影响人的感知。你觉得萤幕上面的2条线哪一条是比较长的？下面那条对吧？但其实2条线是一样长的。陈述技巧就像是直线两端的那2条线，我们可以透过它改变人对相同事情的感受。第3个是把握开头5秒。无论任何故事成败，关键都在开头前5秒。作者在演讲时，开头不会去自我介绍，他会丢出个引子去吸引人的注意力。在想要怎么介绍说明你的内容时，可以先从最不可能对你有兴趣的人的角度去想。人的大脑会在几秒钟内决定该专注听你说还是走神，所以在开头的前5秒，你要说出足够勾引他们注意的内容，可能是你要说的重点，承诺接下来他会听到什么，一句让他们意想不到的话，提问，甚至带点挑衅的句子。千万不要用一个温和或者是冗长的开场白。对你没兴趣的人不会因为你花很多时间和心力准备内容，所以听你说，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也没兴趣知道这些。如果你设计的开场白可以让他们想听听看你的内容，事情就成功一半了。第3个必备能力就是确立人生哲学。你的人生哲学会成为你下决定判断的基础，没有它，你在下决定时就会缺乏尺度。这部分有3个建议。第一个是从失败的角度思考。负面思考可以帮你察觉危险以及风险。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主意会失败？也许是正向思考的想法充满着我们的周遭。大部分的人会有乐观偏误，只会专注于好事，忽略坏事。并不是说乐观不好，乐观让我们敢于面对风险，挑战新事物，但也会让我们忽略了潜在的风险。作者曾经想趁自己 Podcast 节目获得巨大成功时，发展一个新的 Podcast 网络。他计划推出大量全新的 Podcast 节目，他花了1年的时间准备，投入了数十万美金，连将来执行长要找谁来担任都已经确定好了。在最后时刻，他召集了整个策划的团队，问他们为何这个计划会是个坏主意。他的成员给了他各种意见，甚至有个成员问他，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是个坏主意？这让他发现他隐隐约约觉得担心的是什么。他回答，因为专注力。几分钟后，他们一致决定终止这个专案。他们觉得把资源分散开来，更集中专注于发展目前的频道，后者会有更好的表现。老实说，他这个决定我觉得很了不起，因为人会陷入沉没成本的影响，在做决定时很难不会被那已经投入的数十万美金以及规划这个专案的时间和心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出放弃的决定真的很了不起。这也印证了赢家都懂得放弃这句话。第2个建议，价值取决于情境而非技能。这个法则教你如何让你的身价倍增。作者有一次受邀去一家生技产业的公司，公司让他带领他们进行行销工作9个月，直到他们上市。除了月薪外，还给他潜在价值高达800万美元的股票选择权。这个条件比他预期的高10倍以上，这让他知道4个道理。第一，技能没有固定价值。第2，每项技能在不同产业有不同价值。第3，技能感觉越稀有，人们越看重。第4，人们评估技能的方式主要根据他们认为你的技能所能提供的价值，所以影响你所获得报酬的原因在于你销售技能的市场，而非技能。将你的技能带到缺乏你拥有的技能的产业，你自然也能获得更高的报酬。第3个建议，纪律是成功的终极秘诀。作者从他多年来维持纪律的领域，发现纪律有3大核心要素。第1个，实现目标对你的感知价值。第2个，你心里认为追求目标的过程有多值得和诱人。第3个，这个过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纪律等于目标的价值加上追求目标的报酬，减掉追求目标的代价。
所以要有纪律的做某事，你可以从3个方向着手。第一，你要了解完成这件事的价值，让自己感到完成这件事对你至关重要。第二，追求目标的报酬有多吸引人，如果你能尽可能享受过程是最好。你也可以为自己设一个奖惩制度，做到了可以给自己什么奖赏。第三，尽可能减少执行过程的困难，比如如果你要健身，你要加入你回家就会经过的健身房，去降低你上健身房的难度。你越容易执行，就越可能成功。第4个必备能力，熟悉团队合作。没有一个企业或组织可以在没有一个好的团队的支持下表现非凡，所以如何知人善任，打造自己的团队文化，凝聚众人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要打造出一个好的团队，你要学会3件事情。第一，知人善任。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学会所有事，面对我们不懂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是找到擅长的人来做。亨利·福特是伟大的企业家，他并没有什么文凭，也因此常被嘲笑。有一次，纽约的一家报社刊登了一则报道，报道上显福特是个不学无术的白痴。福特起诉了这间报社和记者。在法庭上，法官为了验证福特是否有真才实学，问了他一些简单的问题。他回答：你问的这些都太简单了，哪怕你问我再难的问题，我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只要在办公室按个按钮，就有几千个工程师可以提供给我答案。领导者不用是最聪明的，他需要做的事是找到比他更聪明的人帮他解决问题。第二个，营造邪教般的心态。PayPal 的共同创办人说，经营新创公司应该像邪教一样，这不是叫你去欺骗做坏事，而是指你要让你的团队有像邪教徒一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使命感。你们做的事是很有意义的，你们在改变世界。要能做好这件事，有个很重要的前提，你要成为能鼓舞人心、会画饼造梦的领袖。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就很擅长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在员工大会跟员工说，你们知道2000年后华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大家都回答他不知道。他回答说，是钱多的不知道如何花。深圳很潮湿，你们买房客厅和卧室可以买小一点，但阳台一定要买大一点，这样天气好的时候经常把钱拿出来晒，钱才不会发霉。员工听完都嗨了。当时的华为还不是现在这样，还很弱小，但他就敢喊出这样的话。如果你也有像他这样画饼造梦的能力，你一定也可以打造出一个向心力很强的团队。第3件事，知道谁该留下来。解雇人绝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这个人也许是团队老成员了。作者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架构，帮助自己客观地判断该聘用谁，该解雇谁或晋升谁。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组织里的人跟那个员工有相同的文化价值、态度和才能，那整体能力是提高、维持不变还是下降？能提升的当然会给他晋升的机会，让他为整个团队带来更正面的影响。下降的话就请他走人。在这本书的最后，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忠告， Learning never ends， 与各位共勉之。希望这集的内容让你有收获。80%左右像你这样看到最后的人没有帮我按下订阅。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帮我点赞、分享、按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你无法想象这对我是一个多大的鼓励，这也可以让你第一时间追踪到你感兴趣的影片。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集见，拜。